1977年，甘肃省歌舞团舞蹈演员贺艳云和同志们在莫高窟观摩壁画。当他的目光与112窟壁画《反弹琵琶祭月天》相遇的一刹那，贺艳云蓦然意识到，这就是他们一直在寻找的舞蹈形象。那我最关注的，或最吸引我的，那肯定很自然就是一些舞蹈动态的东西。可恰恰敦煌壁画呢，舞蹈动态的东西是非常非常之多。我那时候才刚刚20，应该是20几岁，21、22岁吧，就认为是人间的非常美丽的一个世界，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看不到的。这幅壁画绘于中唐时期。画面上的舞伎把琵琶放在脑后反手弹拨，同时做着高难度的舞蹈动作。这个匪夷所思的造型让舞蹈演员们惊叹不已。反弹琵琶那个人很费劲，你看那个大指头，你没看那个图，大指头敲得好高，好像你全身的力气都使在那个指头上了。它的细腻呀，就是表现在他的末梢的都有动作啊，手是在这儿拿着琵琶，这个手是在后边反弹的姿势，身体是大幅度的前倾，这个腿呢是吸的最前，那么胯是往后推。为什么要往后推胯？这是一个舞蹈，说明他很懂舞蹈，这个画家。那时候的人可能不像我们现在的画速写啊，他肯定是在于观察和不断的在小稿上推敲，最后把最完美的形象确定下来。头、颈、这个肩、腰、臀、腿，他这几个曲线的安排，这个精心的这种设计，我觉得已经达到了100%非常完美的地步。112窟壁画上绘有39个舞伎和乐伎，各个形象丰满，刻画生动，是莫高窟描绘音乐舞蹈场面最丰富的一个洞窟，被推崇为莫高窟中的音乐窟。尤其是其中的反弹琵琶造型，史料没有记载，后世也没有传承，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难道这是唐代画工凭空想象出来的吗？凉州七城10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唐人的边塞诗反复提到琵琶，可见这种来自西域的乐器传入中原已经很久。唐朝时期，西域乐舞盛极一时，琵琶成了音乐的象征。在汉以前，古琴是音乐的形象，是一种符号。在汉以后，琵琶是符号。琵琶也是敦煌壁画中出现最多的乐器。郑汝中先生统计，莫高窟壁画中不同款式的琵琶有700多只，堪称中世纪琵琶博物馆。郑汝中绘制过一幅敦煌壁画琵琶形态图，收录了敦煌壁画中全部琵琶样式，基本囊括了1000多年里中国琵琶所有流传的形态。
唐宋以后，统治者再也没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在中国社会逐步走向保守封闭的同时，中国音乐也步入低谷。到了清朝康熙年间，甚至连皇帝都听不到琵琶声了。康熙有一天召集会议，康熙就讲说：“你们去调查调查，我怎么听着现在这琵琶现在都听不见了。说你们调查调查，我小时候在哪个地方还听着一个老头在弹琵琶，你们去访问访问，看看这人还在不在。有这样的一段历史，就说明那个清代的音乐也趋于没落、衰败。”唐代壁画发生了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来自印度的佛本生故事和佛传故事画减少了，中国式的通俗易懂的经变画出现了。反弹琵琶祭乐就是唐代经变乐舞的代表。经嘛，就是指佛教的经典呐，变呢，它是有一个转变的意思，所以这个经变呢，实际上就是把这个抽象的一些哲学性的那些佛教的道理，把它转变成一个通俗的，大家能够可以感受到的这样一个形象。这个画面是普通人都能够感受到的，能够从中体会这个佛经的一些道理。那么经变祭乐呢，实际上就是在经变画当中表现出来的那些祭乐天。经变画描绘的西方极乐世界大致都是一种固定模式，飞天奏乐散花，佛祖讲经说法，诸神侧耳聆听，舞池里上演着华丽的舞言，乐伎吹拉弹唱，舞伎翩翩起舞。因为佛国世界嘛，它离不开要歌舞升平，要跳舞唱歌的。由于这个唐朝啊，这个音乐舞蹈本身就很发达，在这样发达的情况下，那个画家他可以感受到，他可以看到那些宫廷音乐啊，那么漂亮的，那么跳舞唱歌有那么辉煌的，所以他才能表现出很宏伟的那些音乐舞蹈的场面。经变祭乐不同于佛传故事画和世俗生活中的零零散散的乐舞。莫高窟经变画动辄数百人，场面宏大，秩序井然，乐伎人数和乐器数量甚至超过了大唐宫廷乐队的建制。它反弹琵琶不仅仅是这一个反弹琵琶的舞姿，它有很多很多种反弹琵琶，有站着的，有跪着的，有反着的，有正着的，啊，那琵琶前拿的，后拿的，那么有仰着的，有卧着的。中唐以后，反弹琵琶舞姿在敦煌壁画里大量出现。舞蹈史研究者推测，它可能是吐蕃统治敦煌时期传入的。我这个反弹琵琶是怎么回事啊？我怎么在中唐分期他写个中唐就是吐蕃下来统治了，就是吞并了这个河西走廊一带。除了反弹琵琶祭乐之外，在舞池中央出现最多的是金舞表演，它几乎完全是唐宫廷舞的扮演。舞伎们身披长绸，上下翻滚的舞蹈动作，至今仍是舞长绸的常用技法。画上一样，
满周围都是花，从低到高，预备走，1、2、3、4、5、6，你往前打，6大7大2。里头和别的同样的画或者史书里是不见的，他甚至还是以这个敦煌壁画的粉本的流传，甚至的影响的新疆。我看新疆有。一段时间里，贺艳云整天对着镜子模拟反弹琵琶造型，但是壁画上只是一个瞬间的定格画面。整个舞蹈的前后连贯动作只能靠想象去填充。尽管贺艳云对古典舞、芭蕾舞、民族舞都很熟悉，但这些都无法帮助她演绎反弹琵琶。你怎么尊重历史？怎么依据历史的这个壁画的依据它的这些提供给你的这些视觉的冲击和那种感受，那么用我们的肢体语言去把它表现出来和连接起来，然后整体化展示给观众。古往今来，琵琶的演奏方式主要是怀抱式，所谓犹抱琵琶半遮面。有学者认为，琵琶在反弹的姿态下根本弹不出曲调来，这种反弹舞蹈更多像是在炫技。我说这种弹法，你能够弹到白居易写的那个《琵琶行》，嘈嘈切切搓杂弹，大珠小肚罗衣盘，能够有这些效果吗？我说不瞎扯吗？他说你真是，他就是弹个节奏。我说他为什么要这样？他说他是弦乐技巧，绝对有生活依据的，因为是瞎子阿炳、华阿炳是亲自讲过，有这种体会，就说他们为了招揽观众，可以把乐器用各种方式演奏。为什么呢？招揽观众。所以这个动作虽然它是更美化啊，更漂亮，但是它生活依据是有的。圆形的复制，唰唰，这种感觉。朱丽腿，你就往后推胯，它就永远都站得住。对。反弹琵琶造型只是舞姿的一瞬间，并且是运动中的一刹那。要把舞蹈动作连贯起来，就需要从中寻找身体运动的规律。扭曲和弯曲，那它的有些弯曲是在画家的笔下是非常优美的，甚至可以画得非常弯曲。那么在我们正常人的情况下，我们是否能够完全达到？这个可能对我们也是一大难题。这其一，其二，一个一个静止的动作，你怎么把它连贯起来？后来我就琢磨，这个运动线路啊，你必须是 S 型的，它才会像东方壁画。啊，当时我们一开始是模仿嘛，它才能像，它才能有那个味道，它才能不同于古典舞，因为我们已经走不通了，按照古典舞的那个老路子走，老走出来还是古典舞，不像东方舞。难题终于破解了，在甘肃省歌舞团编导们的指导下，经过反复排练，
贺艳云终于完成了连贯的反弹琵琶舞蹈动作。1979年，贺艳云作为大型舞剧《丝路花语》中英娘的扮演者，第一次把反弹琵琶造型搬上了舞台。从此，反弹琵琶成为中国舞台上一个经久不衰的舞蹈形象。艺术家们仅仅从莫高窟壁画中截取了一个舞蹈动作，就让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观众为之倾倒了。它有那么多反弹琵琶的舞姿汇总在一起，你把它编排成、创作成一个完整的一个舞蹈，我想这可能现在给观众留下最深印象就是敦煌舞蹈。丝路花语不仅复活了反弹琵琶舞，而且真实再现了112窟经变画所描绘的西方极乐世界。1981年，伴随着这一传世舞姿的诞生，反弹琵琶祭月天成为敦煌的城雕。一部大型舞剧的成功，仅仅是掀开了浩瀚的敦煌乐舞大幕的一角，更多的古代乐舞宝藏等待人们去挖掘。在第一版《丝路花语》中领舞的这个女演员叫石敏，她后来成为第3代英娘的扮演者。摆一下，她那个位置有点不对，你摆一下，对，你也做一下，你也做一下。那看人是正的，身体不要倾，你身体是倾的。告别舞台后，她在北京舞蹈学院执教，在孩子们身上延续着她的敦煌舞蹈梦。走，搭1、2、搭3、4、5、6、7、8。敦煌器乐，静谧安详，拈指垂目的静思，佛无世界冥想，聆听佛音，启示今人。组合依据272窟北凉祭乐。这些17、18岁的孩子大多都没有去过敦煌，在石敏的指导下，他们一点点感悟敦煌，一步步接近敦煌。所以呢，我觉得那时候敦煌舞的这个，就像铭心刻骨的，进入到血液一样的。啊，我那时候做梦，每天做梦，要是梦见那个自己演出的时候，都是梦见英娘上不了场，或者是穿不好衣服什么的，都是这样。左肩膀，这个是左肩膀。作为英娘的扮演者，石敏无数次表演过反弹琵琶舞，但来北京求学和任教的一段时间里，他却产生了远离敦煌舞的念头。觉得自己都啥都不对了，你知道吗？因为学院派的体系嘛，啊，
后来呢，就是杨丽萍，知道吗？她的那个当时的那个读舞晚会，就大大对我是一种刺激，让我又进行了一个反思，使我又找到了自我。就是说呢，还是要继续敦煌舞的这样的一个表演。2009年，石敏终于实现了多年的夙愿，他编创了双人舞《反弹琵琶品》，为这个传世舞蹈注入新的艺术内涵。稍微小点儿，对我希望呢，你们呢在表演这个组合当中呢。就是好像自己就是那个反弹琵琶女，同时呢又自己就是那个反弹琵琶，就是那个琵琶的身，有时候还要化成什么反弹琵琶弹出的那个音。反弹琵琶品强调舞者和观众之间双向的品读品味，追求超然物外的艺术境界，名为反弹琵琶品。舞蹈演员手里却没有琵琶，但从他们的舞蹈造型和手势上看，琵琶又无处不在。石敏在努力寻找突破，他要塑造反弹琵琶的灵魂。唐朝皇帝为什么对胡旋舞情有独钟？敦煌壁画上描绘的西凉乐舞是否已经消亡？何人曾见西凉舞？有谁耳闻西凉乐？在今天的丝绸古道上，还能不能听到凉州歌舞曲的余响呢？敬请收看《敦煌纪乐篇》第3集《胡风长韵》。